面对外界的批评与不理解，走过流言的风口浪尖，你依然可以走出自己的坚定步伐。他们说，怎么还不离？你却在心里问，难道留下来是错吗？这是一对夫妻走进婚姻辅导室里的情境，太太眼圈红红的，先生低头沉默。他开口第一句话是，不是我没想过离婚，是身边的人连想都替我想好了。我妈说我笨，早该离了。我闺蜜说我爱上瘾，连教会的姐妹都劝我别再委屈自己。但只有我知道，她有改变，只是慢。她哽咽地说，我知道我看起来像个傻子，可是我看见希望，我真的有。婚姻走到破碎阶段时，你以为最难面对的是彼此的伤害，没想到更难的竟然是来自外界的评论、标签、劝退、议论与不理解。有时不是你不想坚持，是别人已经帮你判了该结束的死刑。但这段关系到底走不走得下去，真的只有你自己最清楚。朋友说你太傻，家人说你太懦弱，教会说你不合圣经的教导，甚至同事也会在茶水间露出我早就知道的表情。这些话像针扎心，但更糟的是，他们让你怀疑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看错了人，也错待了自己？为什么这么痛？因为我们都渴望被理解，特别是在脆弱的时候，但偏偏这时候，连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开始怀疑你，否定你，甚至站在道理的高点，劝你快刀斩乱麻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婚姻的伤口有时不是出现在床头，而是从众人嘴里来。嘉珊是一位学校老师，丈夫曾经有外遇，她痛哭了1个礼拜，孩子都不敢靠近她。当她决定要试着重建婚姻时，她妈一句话劈头盖脸，我们家没有女人这么没志气。她在教会里说出自己选择饶恕时，有姐妹回她一句，你这样会让别的女人以为忍耐外遇是应该的。她的决定不只是要承担修复的痛，还要承担世界的不谅解。但她说，我不是不气他，我只是选择不让恨把我拖下去。后来丈夫真的悔改，努力修补关系，他们还一起接受婚姻辅导，3年后变成帮助别人婚姻重建的义工。当有人问他，你怎么熬过那些人说你没骨气的时候，他淡淡的笑说，我没有靠别人的眼光活命，我是靠那份我知道值得的爱活下来的。外界不理解的3种常见声音，你一定遇过。1，你太委屈了，这种人还留着干嘛？这话乍听是为你抱不平，但它暗藏一种你这样做就是笨的羞辱感。事实是，外人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，他们没看到你们之间那些挣扎过后的坦白与努力。你不是委屈，你是选择走一条困难但有意义的路。2，这样的婚姻不值得维持。这种话往往很斩钉截铁，像判官，但你得问问自己，真的不值得吗？还是他们不知道这段关系的全部？婚姻不是用标准答案来衡量的，而是用诚实与盼望来走下去的。3，你是不是太害怕孤单了？有人会把你留下来的决定解读为懦弱，但你心里明白，真正的勇气不是逃离痛苦，而是面对痛苦还能选择爱。你不是因为怕孤单才留下来，你是因为还看见希望才坚持。当你走在别人不理解的路上，记住3件事。1，你不需要每个人都理解你，
理解是一种奢侈品，不是必需品。你真正需要的是自己心中的清楚与笃定。如果你总要别人认可你才敢前进，那你会永远走不出自己的路。婚姻不是民意调查，你的人生不需要过半同意才算数。2、分辨爱你的声音与批评你的声音。有些批评是包着爱的建议，有些建议是裹着掌控的操控。分辨的方法很简单，真正爱你的人不会逼你立刻决定，而是陪你慢慢清楚。而那些看不惯你怎么还不做出改变的人，其实只是想减少他们内心的不安。你要对人敞开，但也要学会选择谁的声音可以进入你的心里。3、外界的声音再大，也比不过你内心的微声。当你愿意静下心来听，会发现即使在众声喧哗中，你心里其实早有答案。你知道什么是勉强，什么是委屈，也知道什么是爱里的挣扎和看见未来的坚定。真正的方向不是从大家说什么来，而是从你最深处相信什么来。有一对重建中的夫妻决定重新办一次结婚誓约更新仪式，结果消息一出，亲友圈炸锅了。你们这样不是假装没发生过那些事吗？这样很尴尬耶，他还有脸办。但他们说，我们不是要办给别人看，是要让自己记得，即使经历过崩塌，我们仍然愿意重新选择彼此。那场小小的仪式，反而成为许多朋友重新思考什么是爱的起点。你不知道，当你勇敢活出真实的选择时，也在给别人一个新的可能性。外界的声音有时像风，有时像刀，但你可以选择怎么回应这些风与刀。你可以让他们成为逼你逃跑的压力，也可以让他们成为锻炼你内心肌肉的阻力。世界怎么说，不一定能定义你，但你怎么看自己，会决定你走多远。有时候最深的成熟，不是来自完美的婚姻，而是来自经历不理解之后，仍然选择不放弃的勇气。结语：坚持不是盲目，而是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。或许你现在正被许多声音包围，有的爱你，有的怀疑你，有的替你难过，有的替你做决定。但亲爱的，这段婚姻里最懂的人是你。当你愿意面对，不逃避，不靠盲从的选择留下，也许不被掌声包围，却会被内心的平安拥抱。批评声中走出来的爱更坚韧，被误解中依然选择的你更有力量。婚姻的重建，从你愿意为真相而不是声音活开始。